有世界10大食人魔、日本头号变態食人魔之称的佐川一正，1981年在法國巴黎犯下骇人听闻的杀人实施案。即便他亲口承認罪行，却凭借精神病的借口逃脱法律制裁，不仅未受牢狱之苦，還出書上節目，將暴行當作谈資，最終以73歲高齡離世。其扭曲的人生軌跡，至今仍令人不寒而栗。1981年6月14日，巴黎西郊警察局接到一對老夫妻報案，他們稱连日來看到一名身材矮小、前額秃頂的亞洲男子多次攜帶行李箱前往布洛涅森林公園，卻每次都將箱子丟棄在園內後獨自離開。因公園地處偏僻，常有人進行違禁品交易，老夫妻懷疑箱子裡藏有違禁品，警方迅速趕赴公園搜查，很快在一處湖裡打撈起一個行李箱，箱子剛被撈上岸，一股濃烈的腐肉臭味便撲面而來。撬開箱子後，眼前的景象讓警方大驚失色，箱內裝滿白色塑料袋，袋中竟是被分割成塊的人體組織，旁邊還散落着女性衣物。森林公園管理員見狀，立刻向警方補充線索。前一日有遊客反映，路邊草叢裡也有一個被丟棄的行李箱，管理員因事務繁忙未及時處理。警方隨即在管理員的帶領下找到那個箱子，果不其然，裡面同樣裝着人體殘肢。警方将2個行李箱中的遺體碎片拼接後，確認受害者是一名年輕白人女性。令人震驚的是，遺體的大腿、臀部、雙乳、鼻子、嘴唇等部位均不翼而飛，部分殘肢甚至被啃食的只剩白骨。報案的老夫妻向警方詳細描述了嫌疑人特徵：20多歲，身高約1.5米，前額秃頂的亞洲男子，疑似乘坐出租車前往公園。老爺爺還提供了出租車車牌號。順着這條線索，警方很快找到出租車司機。司機回憶，6月13日，他將一名符合描述的男子從巴黎索邦大學學生公寓門口送至布洛涅森林公園。該男子英語流利，隨身攜帶着行李箱。警方隨即趕赴索邦大學，根據目擊者描述，鎖定嫌疑人身份佐川一正。1949年出生於日本，案發時是該校英國文學專業交換生。警方迅速前往佐川一正的公寓實施抓捕。面對突然到訪的警察，佐川一正毫無驚慌，反而面帶微笑，坦然供述受害者是他的同班同學，25歲的荷蘭籍女生瑞妮·哈維特。與此同時，搜查公寓的警察有了更恐怖的發現，冰箱裡存放着大量人肉，經法醫鑑定，均來自受害者瑞妮。廚房餐桌上，一個盤子裡裝着分裝整齊的煮熟人肉，旁邊擺放着香料和芥末。佐川一正直言，盤中肉是瑞妮的乳房和鼻子，大部分已被他吃掉。警方還在公寓裡搜出一把獵槍和若干彈藥，地板上留有彈头痕跡。結合現場證據，警方推斷佐川一正趁瑞妮毫無防備時，從後方用獵槍擊中她的後腦，子彈從嘴部穿出，這也是瑞妮遺體嘴唇缺失的原因。被押往警局的途中，佐川一正依舊神態自若，面帶微笑向鄰居打招呼，仿佛即將赴宴的紳士，而非身負命案的食人魔。審訊室裡，佐川一正毫無保留地袒露了自己的扭曲過往與作案全過程。他坦言自己是早產兒，天生身材矮小，腿部畸形，走路一瘸一拐，長相醜陋的他自幼便極度自卑。青春期時，他的心理逐漸扭曲，對女同學的腿部產生病態慾望，甚至萌生啃咬的衝動。升入高中後，這種慾望進一步升級，演變成想吃人肉的念頭。他還聲稱自己對正常性生活毫無興趣，唯獨痴迷於食人。佐川一正曾將這個可怕的想法告訴父親佐川明，父親雖責罵他，卻帶他去看了心理醫生。醫生診斷佐川一正患有精神疾病，建議送入精神病院治療。但佐川明為了家族名譽，選擇隱瞞病情，讓他以正常人的身份繼續求學。在日本和光大學攻讀碩士期間，佐川一正對身材高大的白種女性產生強烈興趣，他認為襲擊白種女性能帶來征服的快感。他曾迷戀上學校的一名德國女外教，追求數月後表白，卻遭到對方果斷拒絕。被拒後的佐川一正惱羞成怒，認為對方嫌棄自己的外貌，遂起殺心。一天深夜，佐川一正持刀攀爬進德國女外教的公寓陽台，企圖行凶。警覺的女外教發現後大聲呼救，佐川一正受驚後倉皇逃竄。女外教隨即報警，警方根據線索逮捕佐川一正。但佐川一正辯解自己只是追求未遂，加上他無前科，且父親佐川明是日本知名企業家，動用關係從中斡旋，警方最終僅對他象徵性關押數日便釋放。此事過後，佐川明意識到兒子留在日本遲早會闖大禍，決定將他送往歐洲，認為陌生的環境能讓他收斂惡行。佐川一正的母親堅決反對，她深知兒子性格固執，出國只會助長其囂張氣焰，但在男權至上的日本家庭中，母親的反對毫無作用。佐川一正最終還是遠赴巴黎求學，在索邦大學，佐川一正結識了瑞妮。瑞妮身高1.7米，精通荷蘭語、英語、德語，談吐文雅。
完全符合佐川一正的審美。为了接近瑞妮，佐川一正謊稱想學習德語，高薪聘請瑞妮做私人教師。單純的瑞妮欣然應允，卻不知這是通往地獄的邀約。此後的1個多月裡，兩人以師生身份相處，一起看畫展、聽音樂會，表面和諧融洽。但每次瑞妮離開後，佐川一正都會瘋狂舔舐他坐過的沙發，內心的馳人慾望早已按捺不住。他下定決心要完成當年對德國女外教未盡的計劃。1981年6月11日，佐川一正提前準備好獵槍，帶瑞妮來公寓上課。課程中途，佐川一正突然表白，要求瑞妮做他的女朋友，不出所料遭到拒絕。瑞妮明確表示兩人只是師生關係。佐川一正表面不動聲色，繼續與瑞妮學習，暗地裡卻悄悄拿出藏好的獵槍，趁瑞妮專注學習時，對準她的後腦扣動扳機。槍響過後，瑞妮當場倒地，鮮血染紅了公寓地板。面對瑞妮血肉模糊的遺體，佐川一正做出了令人髮指的行徑，他侮辱了瑞妮的遺體，隨後割下她的一個乳房生吃，又趴在地上啃食大腿和臀部的肉。之後，他將瑞妮的鼻子、另一個乳房、剩餘大腿肉及部分小腿肉割下，存入冰箱，打算慢慢享用。更變態的是，他還用相機全程記錄下作案過程。6月12日，瑞妮的遺體開始腐爛發臭，佐川一正擔心被鄰居察覺，便將剩餘遺體分割成塊，裝進2個行李箱，分2次丟棄在布洛涅森林公園。他自以為做得天衣無縫，卻沒想到案發僅4天後就被警方抓獲。案件曝光後，法國法院本欲對佐川一正提起公訴，但他的父親佐川明動用巨額財富，為他聘請了法國頂尖律師團隊。律師以佐川一正作案時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為由，將他送入巴黎保羅吉羅精神病院。3年多後，佐川明又以法國的治療環境不利於佐川一正康復為借口，打通層層關節，將他引渡回日本。回到日本後，佐川一正被送入東京都立松澤醫院接受精神治療。僅1年多時間，1986年8月，佐川明便憑借權威精神專家出具的精神狀態良好報告，將佐川一正接出醫院，使其重獲自由。至此，距離佐川一正犯下殺人實施的滔天罪行僅僅過去5年，而他1天牢都沒坐過。佐川一正的罪行曝光後，日本社會一片譁然，佐川明也遭到媒體猛烈抨擊。佐川一正被稱為20世紀80年代日本最大的污點。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一些獵奇心理嚴重的人竟將佐川一正奉為偶像。在這些人的慫恿下，重獲自由的佐川一正非但沒有低調隱退，反而高調活躍在公眾視野中。他在報紙上開設專欄，頻繁登上電視節目，毫無廉恥地談論分屍細節和吃人肉的感受，甚至還參與烹飪節目錄製。不僅如此，佐川一正還將自己的罪行寫成18本書，其中最出名的《在霧中》，詳細描繪了他啃食瑞妮的全過程，字裡行間毫無悔意。此外，他還參演了2部成人電影，在影片《安眠室》中飾演偷窺狂。導演為避免女演員受驚，拍攝前刻意隱瞞了她的真實身份。影片殺青後，2名女演員得知搭檔竟是食人魔，嚇得魂不守舍。佐川一正的高調付出，讓佐川家族付出了慘痛代價。日本民眾強烈抵制佐川明的利田工業株式會社，公司因失去客源迅速破產。昔日的東京富豪之家淪為負債累累的底層家庭。短暫的走紅過後，佐川一正的人生跌入谷底。儘管他手握2所知名大學的碩士學歷，但食人魔的標籤讓他求職屢屢碰壁，投出的500多份簡歷石沉大海。曾有一家公司想借他的名氣炒作，計劃僱傭他。消息傳出後，員工集體遞交辭呈，公司最終只能作罷。被主流社會徹底拋棄的佐川一正逐漸淪為邊緣人物。父母臨終前明確表示不允許他參加葬禮。晚年的他身無分文，只能依靠社會救濟苟延殘喘。2022年11月24日，73歲的佐川一正因肺炎去世。即便到了生命盡頭，他依舊毫無悔意。在臨終前的採訪中，他坦言始終無法忘懷人肉的滋味，對年輕女性仍心存幻想，甚至叫囂若有機會還想再吃一名日本女性。佐川一正的一生是人性扭曲的極致寫照。他憑借金錢和權力逃脫法律制裁，卻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而無辜的瑞妮本該擁有光明的人生，卻因這場變態的暴行香消玉殒，成為整個案件中最令人惋惜的犧牲品。